他已经巅峰，又来一个。13皇子殿下，我奉三皇子之命前来接应你们。可有凭证？信物没有错，应该是三哥派来的。在下程序乃是三皇子麾下部属，奉命前来接应13皇子，负责护送你们返回叶阳城。你就是血滴猴，以前听三哥提起过，说你一直在万余城外的燕波山脉活动，绞杀进犯魔兽无数，是他的左膀右臂。幸会幸会。13皇子殿下怕是记错了，我之前的活动范围一直是在南荒域北界的洛尘矿源，可从未去过万余城。再者说了，就我这点微末道行，哪里算得上是三皇子的左膀右臂？抱歉，这一番试探，若是冒犯了血滴猴，还请见谅。无妨，殿下小心谨慎，这是好事。这位是厉飞羽道友，与我一路同行，多次救我于危难，实在算是我的救命恩人了。不知殿下如今是作何打算？先前是打算自忍山城内乘坐传送阵前往楚雨城的，可惜在我自家地盘让人摆了一道，城内的传送阵也遭到了破坏，现在只有想其他办法前往楚雨城了。前往楚雨城，莫非是为了遁空传送阵？不错，楚雨城里有南荒域唯一的一座遁空传送阵，虽然无法直接回到叶阳城，但是却能直接到达连圣域的古老城，算是回到圣都最快的路子了。楚雨城位于南疆域最北端，忍山城的传送阵已经毁坏，要想再传送去楚雨城，也就只能去寻找其他城池了。不过临近的其他城池距离都太过遥远，怎么也都得10年吧。10年时间，恐怕中间会横生变故。圣域疆域太广，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路上小心一些，应该问题不大。血滴猴道友可知此番在忍山城里作乱，导致我们无法传送的家伙是谁吗？是谁？花镜，五公主的手下。怎的连他也对你出手了？关键是我们联手斩杀了花镜，他临死之前称自己的师傅照古真人收到他的死讯，会立即追杀而来的。照古老鬼乃大罗修士，又长期在南疆域的地幽谷里闭关，此人最是护短，又对花镜这个弟子青睐有加。他若是追来的话，我自问拼掉这条性命，也无法护你们周全，到时候可就要辜负三皇子的嘱托了。所以厉道友才会说10年时间太久了。13皇子，我有一个法子，或许能够解决当前困境，就是不知道你们敢不敢尝试。且先说来听听。我看血滴猴此法可行，只是有些细节还需要稍作调整。现在看来，除了你们所说的这个法子，也就没有其他可行之道了。就这么做吧。13皇子飞出这边森林，再行2个月便可抵达琉森城了。我们速度比预想的快了不少，应可提前1年以上。辛苦血滴猴道友了，若非你不惜损耗精血，咱们也不可能这么快到这里。13皇子切莫如此，要说些的话，还是等安全到达城内，乘坐传送阵去了楚雨城再说。想去楚雨城，得先问问老夫答不答应啊？不好，是照古老鬼。我们这般小心，竟还是被追上了。害死我那花镜徒儿，你们还想安然离去，一走了之？赵古前辈，是你那徒儿谋害13皇子殿下在先，而后才反被皇子击杀，这是在怨不得他人。老夫不管什么前因后果，杀我徒儿者必须偿命，万万不可力敌，分开逃。老西。雕虫小技也敢造次！造物净灵域，小杂虫哪里走？能弄出
这等程度的虚假分身，竟连老夫都被骗过，也算是你小子的本事了。老夫现在心情很不好，若想要活命的话，现在告诉我他们真身去了哪里？谢甲城、余梁城还是固阳城？前辈就莫要开玩笑，我费那么大力气才以秘术造出精血假身，甚至不惜以自己作为诱饵，引诱你追寻至此，又怎会告知你他们的真实去向？既然你活得不耐烦了，那就让你的神魂来告诉老夫吧。既然不知道你们去了哪座城池，那我便去楚雨城等着。你们休想活着离开南疆。师兄，看来你的那位三哥对你的确不同，派来护送的这位血滴侯也是忠心耿耿，甘愿冒险与一位大楼修士周旋，来为你争取一线生机。这血滴侯不是我三哥手下修为最高的，却一向是最为忠诚的。过往我也曾听三哥时常提起，只是一直没有见过。日后若是能在叶阳城相见，我定要厚报于他。天月侯的性情我并不熟悉，听你和血滴侯道友的描述，似乎也是一位枭雄角色。此类人的心思最难揣摩，所以这次返回雄踞城，也当真是在赌了。上一次云山绕里的杀局，他选择了袖手旁观，只希望这一次他也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能够安然离开这里，我石传空都会承他这一份情。这是我们的通牒，还请查验。此时他们二人的身份摇身一变，成为了魔域中部陈秋雨第一大家族的外族子弟，一个名为叫于中言，一个名叫于中淼。既然你们是陈秋于氏子弟，可有族徽凭证？月牙兽纹没有问题，背后双翅也的确是外族的象征。你们二人可以进去。你们两个要传送去何处？回禀前辈，我们要去楚雨城。算你们运气好，今日去往楚雨城的名额还剩下3个，你们只需再等上1个人一起，就可以传送去往那边了。不知需要等候多久？这谁说得上来？看你们运气了，说不定马上就有人与你们同行，说不定就是等到明日，也未必能凑齐人数。前辈，实不相瞒，我们有急事想尽快离开，不知可否2人传送？2人自然可以，只不过原本3人均摊的开启法阵费用，就需要2个人来平摊了。而且去往楚雨城的费用本就高于别处，你们还想要2个人传送吗？这个花费自然是心疼的，只是家主交代下来的事情太急，再赶不回去可就要遭殃了，实在也是没有办法，多花点钱就多花点吧。若是晚上半天回去，家主定然要责罚，到时候可就不是花点钱就能解决的事情了。心疼就心疼吧，只盼着家主回去能多赏赐点，贴补回来。劳烦前辈了，我们不用再等候另一人，可以立即传送。既然你们心意已决，那我也就不劝说什么了。缴纳了费用就去大阵那边候着，等前面那几波人传送走之后，就轮到你们了。对了，先把通牒给我，我需要记录一下。石川空闻言，反手取出了2枚新的通牒，递了过去。原来是洛恒宫的家臣，是老夫唐突了，实在抱歉。前辈言重了，我们不过是宫爷的小家臣而已，当不起前辈如此大礼。洛恒宫的赫赫威名，放眼整个圣域之内，谁人不知？2位既是他的家臣，又岂会是泛泛之辈？先前老夫所说皆不作数，只等阵中这一队人传送离开，即刻便为2位安排传送。那就有劳前辈了。不过老规矩不能改，这传送费用该怎么收？您还怎么收？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这洛恒宫是什么人？怎么能让这老者态度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这洛恒宫不是别人，正是我那位三哥。大胆妖孽！果然被追上，好险！还好只是2滴精血，不过也说明血滴侯的计划成功了。嗨，那老匹夫怕是扑了个空。我们到了楚雨城后立即就走，谅他也追不上。只是不知血滴侯如何了，毕竟对方是一个实打实的大罗境修士。我操！属下拜见城主。侯爷，您就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作没看见？先前已经放过你们1次了，你们真不该又回来。本侯已算是仁至义尽。当真就没有商量的余地？
本侯缉拿要犯，其余无关人等立即滚出去，外面都给我守好了，任何人不得接近，违者杀无赦。快跑！赵谷前辈，已经过这么久了，你等的人若是要来，早该来了。我想他们多半是并未传送至出羽城，或许是去了别的城池。罢了，看来是又被摆了一道。待我谢过欧阳城主，改日我再去城主府拜访他。前辈放心，花一定带到。师兄，为何特地要来看演这魔气意境？以你如今的修为境界，应该不会在意那点修行裨益吧？弟兄想的太多了，只是这段时间以来东躲西藏的，心情实在郁闷。知道此处有这么一景，就想着来看一眼，就全当作是散散心了。其实这些时日以来，我一直有些想不通，为何那天月侯要放我们一马，并且提醒我们莫要前往楚羽城。坦白说，我也不知道，当时差点就要忍不住出手一搏了。或许是与三哥有关吧，我很清楚，凭我自己的分量，绝对不至于让他这么做。也真难为他了，既要对外假装对我们出手了，又要悄悄放走我们，还得搭上一座传送大殿，损失可不算小了。不过经他这么一提醒，倒是让我想明白了一件事：不止楚羽城我们不能去，其他各域能够直达叶阳城的传送阵所在的城池，我们都不能去了吧？不错。所有人都以为我们急于返回叶阳城，所以定然会在这些城池做些手脚。我们一旦现身，难保不会被盯上。若是再来一个大罗境修士的话，可当真吃不消。所以越是此刻，我们越不能急，只能通过各域之间的传送阵，一次次传送，来一步步靠近叶阳城了。这么一来，花费的时间肯定会拉长，毕竟各域之间城池众多，他们之间的传送往来选择太多。不过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保护了我们的安全。只是先前答应厉兄的事情，只能延期去办了。厉兄你返回仙域的时间也得压后了。这倒无妨，若是可以的话，近些时日我们就在这东望山上多停留一下吧。我有些事情需要处理好，之后咱们再启程赶路，如何？自无不可，就等厉兄你办完事之后再出发好了。韩道友，园内的这一批道兵已经成熟了，我暂时以法阵之力压制着，只等你来处理了。有劳了。谢道友，撤掉法阵吧，到了收获的时候了。这紫色雷电威力不弱，似乎还保留了一些雷泽稀土的粘滞属性。不错，就是不知练成道兵之后，这种属性有没有办法更好的利用一下？韩道友，我正好知道一种紫极限雷阵，或许比明雷锁元阵更加适合这些道兵。你若是放心的话，不如就将这些道兵交给我来炼制吧。这有什么不放心的？等我将他们在玄天葫芦里陪练一段时间后，就交给你来炼制。布阵需要什么材料，你列好目录给我便是。对了，若是记起什么关于你主人的其他信息，记得告知于我。既然你主人曾经便是魔域之人，如今我们正在魔域，或可一应解决。这些时日，我也正努力回忆，但却并没有什么进展。无妨，不出意外的话，接下去还会在魔域待上一段时日。师兄，我这几日想了一下，我们最好不要直接在东山城内使用传送阵。这是为何？我们要尽可能避免在同一座城池里多次出现，难保城中就没有隐藏的高阶修士，或者埋伏着你大哥他们的眼线，所以尽可能少露面，也就能更安全一些。厉兄此言有理，大哥在情报网的铺设上虽然不及三哥，但消息一样灵通，否则当初也不会我们刚一回到石幻山脉没多久，他就最先得到了消息。按照你之前给我的那份地图来看，离东山城最近的应该就是连凤城了。咱们先飞行去往那边，之后不要做停留，直接转往七泽城，等到了那里再停歇上一段时间。厉兄，你是想打乱我们行动节奏，令大哥他们无法判断我们移动轨迹？他们越是摸不着头脑，我们就越安全。哈哈，不愧是厉兄，此番若非有你，之前照古真人那关就过不了。我果然没看错人，这一次同样依你所言。想不
不到从一个山泽遇到相连的陈秋玉，竟然花了足足10年时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飞行过去自然要花些时间，再加上时不时就会遇到的魔兽袭击，速度能快到哪里去？圣域这些魔兽大多天性凶悍，领地意识极强，一旦有外族侵入，往往都是不惧生死，会不死不休的将入侵者驱逐出境才行。若不是怕打斗动静太大，引来他人注意，那些牲畜早就被我们斩杀了。之后还是小心些，尽量避开那些强大魔兽的繁衍区域吧。前面没多远就是丰丘城了，等到了那里再传送一次，就能到达圣域中西部的矿井域了。那里大部分都是我大哥的地盘，就得更加小心了。既然如此，我们就先在这丰丘城里暂歇一段时间吧。也好，丰丘城算是陈丘域内除了主城以外的第2大城池了，商贾贸易也算兴盛，我们正好可以补充一下资源。怎么样，都已经备齐了吗？除了雷神珠之外，其余东西都已经陆续找齐了。在魔域想要找齐这么多仙界之物，的确殊为不易。只是这雷神珠作为激发和补充斗兵雷电之力的重要材料，实在又少不得，否则形成的道兵战力只怕提升不了多少。这雷神珠只是做此功用的吗？这便是主要功用了，旁的都是细枝末节，可以不用理会了。哦，若是如此的话，我看就不用什么雷神珠了。不用了，这是为何？怎么会？单凭雷泽西图可孕育不出蕴含如此强烈雷电的斗兵？韩道友，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也没想到，藏于玄天葫芦内的青竹风云剑，在感应到斗兵进入葫芦之后，孕育其上的雷电法则之力就开始隐隐与之发生共鸣，并将自己身上一部分雷电之力转嫁了过去。经过10年累积之后，才有了如今这番气象。还有这等好事，简直如有天助。这么一来，就的确不需要雷神珠了。也不全然算是好事，因为雷电之力的缓慢流逝，导致我的青竹风云剑的陪练好像出了点问题，速度比以前慢上了许多。韩道友可莫要得了便宜还卖乖！你那青竹风云剑上蕴含有雷电法则之力，道兵只是吸收一点，威能便能增强很多。日后若是遇见大规模的阴碎鬼魅侵袭，这些道兵可就能大展神威了。既然万事俱备，那我便要开始着手炼制道兵了。需要我做些什么？暂时不需要。这批道兵前期的炼制过程需要至少3年，在这段时间之内，我一力完成就可以了。只是之后铭刻符文时，需要强大的神识之力才可以，便只能你自己来做了。那就有劳了。对的，韩道友，前些日子我看到灵药园内那些树根似乎出芽了。树根？5年后，谢道人完成道兵炼制，韩令又花费3个月时间铭刻符文。此时2人已来到石梦域。原以为这梦桃林应该有些特别之处，没想到也不过如此。若是凡俗之人前来赏个画，倒也没什么。可是让我们看着就有些无趣了。弟兄，你对此全无所感，是因为你的神识之力实在太强大，这梦桃林不足以迷惑到你。若是在寻常之人眼中，则能在林中看到仙女起舞、彩露奔腾的景象。这么说来，倒是我没有眼福了。你若收起神识之力，不做抵抗，同样也能看到那些景象。咱们沿江下去，沿途还能看到梦天梯和幻火海这2处幻境，到时候再试试能不能迷惑到你。韩令对此不置可否，他之前凭借紫阳暖玉修习炼神术，进境之快可谓一日千里，神识之力的提升也早已经远超原来数倍。弟兄，可曾炼化此物？这盏是魂灯，是之前那紫青双书的遗物，我怕上面有什么隐秘的印记留存，就一直封存着，没有尝试炼化。这就是噬魂灯。此物之前你不是见过他们使用吗？为何如此惊讶？弟兄，此物你若是不愿炼化，可以开个价钱，我愿意买下来。师兄啊，师兄，亏你还是做生意的。你这么一说，我哪里肯卖？你还是老实告诉我，这东西是不是来头不小啊？不瞒弟兄，此物来头的确不小，乃是一件5品神魂仙器，神识越强，效果越强。不管是仙魔两域任何一方修士都可以使用。我方才说要买过来，也不过是玩笑之语罢了。此物在你手中才能发挥真正效用。先前我曾探查过一遍，并未发现有什么印记存留，只是担心你们魔域有什么特别手法，不然你也帮我看上一眼。若是没有问题，我便将之炼化，也好为我们2人多添一样迎敌手段。我也正有此意。
我知道圣域的确有些隐秘的明印手段，不过我在这噬魂灯上都未有发现。若是如此，那我便可放心炼化了。弟兄不忙炼化，你可知这灯盏之上的4只异兽是何物吗？还请师兄指教。这4只异兽看似容貌酷似，实际上却有细微差异。它们各自代表了这盏噬魂灯的4种能力，分别为居摄生魂、收敛残魂、幽禁神魂、吞噬神魂。师兄，为何你对此物如此熟悉，先前却又认不出来？当年此物在圣域出现之时，原本是要流入我们广元斋的，可惜当时我被其他事务拖累，未能及时处理，才导致这件宝物失了消息。只是没想到竟然落在了我大哥的手中。原来如此，那你为何又让我慢些炼化此物？此物炼化之时，不能遵循寻常之法，否则极有可能被这4兽之灵反噬，反致神魂受损。这是那紫青双叔自己摸索出来的驱用之法，上面正好记载了如何炼化之法。怪不得你当日要选取此物，我就知道厉兄你绝不会吃亏的。这一路下去，左右也是无事，我便先将这噬魂灯炼化了再说，或许有用也说不定。如此也好，如今我们尚未脱离危险，多一个手段，多一份保障，你安心参悟便可，我自会替你护法。就在刚刚，韩立在石川空的确认下，开始炼化噬魂灯。可静坐数月的韩立突然遭到反噬。大飞镖！今日多亏师兄出手，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客气什么？我还指望厉兄实力再强上一些，这样此后遇上什么麻烦，我也更有些底气。对了，你倒是先说出了什么事？怎么先前好端端的，突然就被反噬了？我也不太清楚，似乎是没能控制好，以至于汇入其中的神识之力太多，导致那4兽雕像反噬了。好在危急关头，你以紫阳暖玉护住了我的神魂，补充了我神识之力的缺口，才让我有机会突破瓶颈，反败为胜。方才那枚半透明的小剑又是怎么回事？那是神念之剑，是我炼神术第5层功法大成之后掌握的另一种神念神通，具体神通威能现在还不好说，总之是不会差了。师兄，就我们2人包下这一整座远游京岛，实在有些太奢侈了。我说厉兄啊，能不能不要得了便宜还卖乖？我包下这座岛屿，还不是看中了其上法阵可以吸纳天地灵气，并除天地魔气，好让你待得舒服一些。我这不也是怕太过招摇，引来他人视线。说起来，这越靠近中央区域，天地间充斥的魔气就越是浓重。我虽修炼过魔族功法，也得时时抵挡，终究是有些烦人。正所谓虚虚实实嘛，他们不知我们准确行踪，自然拦不住我们了。你那位大哥和吴姐绝非常人，最近这20年看似风平浪静，但未必不再酝酿什么其他阴谋，不可不防。不妨事，我们如今已快抵达木海域，距离回到叶阳城也就是1步之遥了。警惕之心自不可少，但也无需太过谨慎了。快走！心眼倒是不少，待老夫一通好找，不将你们挫骨扬灰，难解老夫心头之恨。糟了，是赵谷那老鬼追来了，还真是阴魂不散。今日老夫且看你们还能往哪里跑。弟兄，赵谷老鬼的枯骨灵域十分厉害，是真正能达到造物境层次的灵域。这下可有些糟糕了，一会找机会我们分头逃命吧。这老家伙看来早有预谋，此番要逃可不容易了。来了！玉灵，莫非这老鬼已经将灵域凝练至了化灵境？竟然还有洞天之宝，看起来这次多少倒是能补偿回来一些。从气息上看，这些东西似乎只是道兵，并非玉灵，或者说是类似于玉灵的道兵。赵谷老鬼这只老狐狸虽有大罗修为，竟也不肯贸然接近我们。看来我们的底细他早已摸清了。
时隔这么多年，我们的消息只怕早已经在圣域满天飞了。他知道了，倒也不奇怪。这些时日以来，厉兄在勤勉修行，我也没有闲着。只要我们能够突破出这枯骨灵域范围，我就能发动一个空间秘术，将你我瞬间带离此处。据我所知，造物境的灵域与寻常灵域不同，其能够强化灵域空间附带的法则属性，想要突破出去恐怕很难。况且赵古纳斯还深藏暗处，就更加不易了。厉兄若有办法破掉一座白骨金棺，我便能损耗一些精血，尝试强行发动秘术，从那处缺口遁离开去。看来也唯有如此。交给我了。小子，你果真有些门道，可惜了。缺口已经打开，千万别停下来，这些东西交给我对付。怎么样，一身骨骼被禁锢住的滋味不好受吧？不用太担心，我会很快让你们成为我白骨精棺中的一员的。差点忘了，你小子还是一名太乙御仙。厉道友，厉兄，你可算是醒了，现在感觉如何？我昏睡多久了？差不多有半个多月了。赵古真人啊，不知道，当时他似乎遭受重创，跌入了海中，而你同样也陷入昏迷。我只得先将你安全带离，其余的事真顾不上了。受我神念之剑轻力一击，他的神魂多半是受了重创，暂时是不会来找我们麻烦了。不过越是临近叶阳城，变故就越多，也难保还会不会有其他人盯上我们。我也是有此担忧，才没敢贸然直接回去叶阳城，而是一直在这抹海域转悠，想着至少等你醒来之后再做打算。我之前神识损耗过巨，神魂虽不至于像赵古那般受损严重，却也受到不小震荡。若不是你用紫阳暖玉替我温养神魂，只怕我还得再昏睡好些日子。既然如此，我们就等你恢复之后再出发吧。神魂震荡恢复不易，神识之力补充也需要很长时间。等我恢复，只会夜长梦多，还是尽快回去叶阳城吧。也好。弟兄，咱们马上就要到叶阳城了。此乃我圣域之中的至高神物，弟兄不可唐突。神物怎地好似仪器一般，放置在这海域之上？哈哈，此物就是来上一方道主，也未必能撼动半分。此物究竟是？怎么又是你？不可能，这不可能！你怎么可能恢复如此之快？啊！他这是在说什么？难不成是上次被神念之剑所斩，他的神魂受到了重创，有些神志不清了？不太可能。神念之剑的威力我自己很清楚，赵古的尸海之中又有厉害法阵庇护，当时所能给他造成的伤势，绝对不至于到了这种程度。一定是我们离开之后，他又遭逢了什么变故。只是他的话实在令人费解。一定是幻觉，这一定是幻觉，一定是不行！我要杀了你，我一定要杀了你！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
弟兄，怎么了？没什么，只是在想着赵古老之前说的那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管他这许多做什么，总之这家伙再也无法对我们产生威胁了。走吧，赶紧去叶阳城。好。怎么停下了？已经到了。你是说这里就是叶阳城？这就说来话长了。简而言之，这件神物名为空境之钥，是进入叶阳城和圣域其他空间的门户。其他空间？先前觉得此物古怪，好似近在眼前，又好似远在天边。原来其实介于多重空间交叠之所，维系着诸多空间。怪不得你说就是来了一方道主，也未必能够撼动其半分。走吧，我们这便入城。师兄，这里便是叶阳城所在的空间了。不错，此处名为叶阳境，乃是父皇亲手开辟出来的界面空间，总算是回来了。开辟出来的界面空间，从这里到叶阳城还有约莫半个月左右的路程。我们先前在路上耽搁得太久，得加快一下行程了。石道友，你的那些兄长姐姐们既然知道我们的目的是叶阳城，前面未必就安全，我们还是小心谨慎些的好。哈哈，厉道友放心，若是外面，我们自然要小心为上。但这里可是叶阳境，这方圆100万里都在父皇无天法目监察范围内，那些人绝不敢在此造次的。我们到了这里已经彻底安全了。石道友，有些事情我这一路都没有询问你，现在我们快到叶阳城，还请你为我解惑。有话不妨直说。圣域都城，名不虚传。哈哈，叶阳城建成至今已经不知道多少万年，期间不断修缮，才有了如今的规模。你看到的这白色山脉名为白兰山，地面上的巨河名为白兰河，二者皆蕴含了极为浓郁的圣脉，被尊称为我族的圣山、圣河，所以我族才会决定在此处建立都城。圣山、圣河，难怪有此气势。此城之中也是人修混居的吗？不错，整个叶阳城绝大多数的各族普通民众和低阶修士处于最外围的黑天区，而炼虚期以上的中阶修士大多会在中间的摩诃区租下一些临时洞府。我们广元斋总部也在那里。最里层的洛家区则是皇族和真仙境以上的显贵之人居住之地，一般人若无许可，是严禁入内的。二位是什么人？此处乃是皇城入口，闲人进入。爷，仙域修士。大胆仙域修士，竟敢擅闯叶阳城，定是奸细，抓起来！老四，他是我的随从，都给我推开！好大的口气！你的随从，你又是什么东西？竟敢妨碍守城护卫公务，给我站到一边去，否则一起抓起来！大胆！我乃是川空，你一个小小的护卫队长，竟敢如此和我说话！13皇子，哈哈！13皇子早年离开叶阳城，据说已经离开圣域，正在执行圣主大人的秘密任务，至今没有消息传回。你说你是13皇子，便将封天令拿出来证明一下。封天令乃是圣主赐予每位皇子的身份信物，也是一件通灵魔宝，里面封印了圣主的一股力量。当日在辉县，石川空遭遇2大道祖攻击波及，他暗中催动封天令护体才活了下来。由于威能太大，以致那封天令里的力量耗尽，已经毁掉了。好大的胆子！你是什么东西，竟然让我向你证明身份？怎么拿不出来？我看你根本就是假冒13皇子，简直胆大包天！来人，给我将这2个招摇撞骗、图谋不轨的贼子都锁起来！你们找死！好个贼子，竟然袭击守城护卫，想造反不成？哈哈，13弟，是你小子回来了。这些年你一直渺无音讯，我这个做哥哥的可是一直在担心你。现在看到你平安无事，我也就放心了。哼，13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如此动气啊？竟然要在此宫城边上置罗铁死命！大哥，此人当众藐视皇子，更下令所拿，此等狂妄悖乱之人，难道不该杀吗？
八皇子，禀八殿下，年前圣主严令加强城防，任何进出洛家区的人都要出示身份证明。属下并不认得13殿下，13殿下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属下以为是奸细冒充的，为了都城安危，这才斗胆冒犯。呵呵，13弟，你看只是一场误会。罗铁是你离开叶阳城这些年间调任过来的，并不认识你。况且他今日所为，也是因为尽忠职责。他是我的部下，就卖八哥我一个面子。此事到此为止，如何？你的部下父皇将城防军交给了你节制。是了，真够麻烦的。不过父皇既然任命，我也只好接令了。罗铁，还不快向13皇子赔个罪？13弟大人有大量，岂会和你这种人一般见识？13皇子，小人有眼无珠，没能认出你来，还请恕罪。嘿嘿，哼。等一下。还有什么事？13弟，你可以进城，但是这个真仙界修士却要跟我们走一趟。干什么？我已经说过，此人是我的护卫。13弟，父皇命我加强城防，严查所有进出城的人。你身为皇子，虽然离开了这么久，但自然是没问题的。不过这人嘛，虽然是你的护卫，但毕竟是真仙界之人，须得好好探查一番，以免其进城后图谋不轨。老八，你不要太放肆。13弟，这是我职责所在，你还是不要横加干涉的好。来人，将此人给我锁起来，带到城防营去，我亲自审问。带走！你们在干什么？罗铁，将这小子给我带走！属下遵命。怎么可能？哈哈，八哥，你要带走我这个护卫，尽管自便。不过靠着这群脓包手下，恐怕有些困难。废物，都给我退下去！想不到你一个人族竟有如此强大的肉身。既如此，我也来拉一拉你，看看你是否真能不动如山。啧啧，这些链子怎地这般不牢靠，这么轻轻一拉扯就断了？哎，我说八哥，下次不如将这生意交给我们广元斋，品质包你满意。哎，这家伙真是唯恐天下不乱，今日这门口大师了。三哥，13弟，你回来了。3皇子识破空。8弟，城防乃是叶阳城的重中之重，除了要监察往来之人，以策城内安全，更重要的是安臣民之心。即便有事，也不宜大张旗鼓，否则引起民众恐慌，那便是本末倒置。三哥说的是，不过此人乃是仙域修士，按照规矩，须得先核查身份，办理好身份信物才可入城。13弟毫无缘由便带着这人闯门，我才出手阻拦。这位仙域修士名为厉飞羽，乃是13弟的贴身护卫。此事我已经禀告过父皇，这是他的身份信物。厉道友，这是你的身份令牌，还请收好。多谢3殿下。走吧。厉道友，是我考虑不周，差点害得你被八哥抓去，真是抱歉。是有人存心挑起事端，就算我们准备的再充分，他们也不会让我们顺利进城的。说的也是，多亏了三哥你及时赶到。你做事总是太毛躁，不多加考虑。现在城内的情况你也知道一些，入城之前应该先传讯告知我一声，我好安排人接应，何至于闹出这么大的动静？三哥教训的事，我下次会记住的。你啊，三哥，我这次出去，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先回府邸。厉道友一路护送13弟，劳苦功高，当以重谢才是。不知厉道友可有什么想要之物或所求之事？我与石道友早有约定，重谢就不必了。厉道友一路行来，想必此刻也有些劳累。来人，带厉道友去客房休息。厉道友，请。这位厉道友无论心性还是实力都是不凡。13弟，你从哪里招揽到的此人是否可靠？还有方才他说的约定是怎么回事？厉道友是我在真仙界时结识的好友，多次救我性命，绝对没有问题。至于刚刚说的约定，是这么回事。石春空将2人定下的约定说了一遍。
既然对你有救命之恩，自当全力报答。找那个叫子玲的女子，倒不费事，不过要请大祭司救人，可能会有些麻烦。为何？我记得三哥你和大祭司关系不错，请其出手一次应该不会很费事吧？那是以前，数百年前，父皇将祭祀殿的应事务交给大哥掌管，大祭司现在已经彻底投入了大哥麾下，想要请其出手救治那厉飞羽的人，恐怕难了。不过你放心，我会尽力而为，或许还有机会。父皇将祭祀殿交给了大哥掌管，又将城防营交给八哥，他老人家是什么意思？难道真打算立大哥那种人为圣主不成？大哥毕竟是大哥，你在我这里就算了，在外面绝不可如此无礼。大哥数百年前前往黑卢域的黑水山脉，将那里盘踞多年的盗匪团伙黑水盟一举荡平。父皇高兴之下，将祭祀殿交给了他掌管。一个祭祀殿而已，还不至于影响到什么。只是父皇这些年心思越发难测，我也看不透。三哥，你也不用担心，我这次出去这么久，也不是白白浪费时间的。这就是罗刹琵琶，正是此宝。13弟，你这是做什么？大哥能讨得父皇欢心，我们也可以。罗刹琵琶作为本族至宝之一，当年被人借走，如今失物复得。若明日你便将此宝奉上，父皇定然高兴，肯定会有不小的恩赏赐下。13弟，这罗刹琵琶是你千辛万苦才找回来的，自然应该你亲自交给父皇。我这个哥哥再不成器，也不至于要拿弟弟的东西去换取功绩。三哥，我的东西还不就是你的？你不要太固执。我将这罗刹琵琶交给父皇有什么用？根本就是浪费。13弟，你离开的这些年，父皇时常提及到你，以我看来，他对你还是颇为看重，而且你也是皇子之一，这次的继承资格，你不必过早放弃。三哥，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此次前往真仙界寻找罗刹琵琶，本来也是为了三哥你。至于圣主之位，我从未想过，也自觉没有那个气量。13弟，你不要妄自菲薄，这些年你经营广元寨极有成效，父皇对这点很是满意。若论治国之术，你虽然还有些欠缺，但悟性不凡。父皇若是有意栽培，你也不要拒绝，毕竟你我无需分彼此，你能得到认可，我也会感到欣慰。三哥，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你不要多想，只是我最近忽有所悟。圣主之位虽然重要，但也不必太过执着，随缘便好。放心吧，我没有事情，只是最近修为有所精进，心境发生了一些变化而已，也悟透了一些东西。三哥，你已经突破了大罗瓶颈。这倒还没有，大罗之境非同小可，岂是能随意突破的？只是略有所悟罢了。你平安归来，乃是大喜事。不说这些了，你这些年在外面经历了什么事情？仔细和我说一下吧。那个厉飞羽实力竟达到这种程度，而且修炼了时间法则，倒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从你所说的情况看，这人对于朋友情谊看得颇重。13弟，你要继续保持好你们之间的友谊，日后说不定能有大用。厉兄与我历经过生死考验，自是最值得信任的朋友。对了，三哥，关于黑幼王之事，你打算如何处理？当日我为了能脱身，只好跟他虚与委蛇，此事没有对你造成什么麻烦吧？当然没有，能和一个大罗幸存在结盟乃是好事。其实黑幼王已经派人和我联络过，只是此人颇为狡猾，目前还看不透他的目的。没给你造成麻烦就好。你如今既已顺利度过了煞衰，接下来几日就好好修炼，巩固一下境界。我已经为你安排好了进入月神祭坛的事宜，7日之后你便进入其中吧，争取在父皇出关之前进阶太乙境。父皇又在闭关？不错，最近这些年父皇闭关次数越来越勤，也不知他老人家在修炼什么秘术功法，倒是有些奇怪。父皇的事情不用我们担心。13弟，你这些时日一直赶路，想必也辛苦了，先去好好休息一下吧。三哥，这罗刹琵琶，我已经说过，此物既然是你寻回，自然是你上呈给父皇。据你先前所说，父皇此刻已经知道是你取回的这罗刹琵琶，若然由我上交，他老人家反而会不高兴。启禀三殿下，属下已经将力道瑶安排在了长庭院内居住。此人虽然是13弟的朋友，但他毕竟是仙域之人，目的不明，你要严密监视其动向。此人神通了得，你要千万小心，不要被其发现。属下遵命。李道友，
昨夜休息的可好？算是这么长时间里睡得最安稳的一觉了。石某刚刚返回叶阳城，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这次过来是有件事情要和厉道友说。哦，有什么事情啊？石道友但说无妨。是关于请大祭司为提魂道友治疗的事情。我昨日询问了三哥，现在情况有变，大祭司目前已经投靠了我大哥，想要请大祭司过来恐怕有些困难。不过厉道友放心，三哥已经在想办法，无论如何我们也会将大祭司请来，还请你耐心等待一段时间。这并非厉某催促于你，只是我手中的中品紫阳暖玉所剩不多，最多只能坚持1-20年了，还请你尽快。关于紫阳暖玉，厉道友不必担心，三哥已经派人去收购了，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送来。若有足够的中品紫阳暖玉，倒可以多支撑些时日。厉道友放心，我既然答应了你此事，一定会做到，不会让你等太久的。多谢石道友费心了。还有就是，接下来我要闭关一段时间，尝试冲击太乙境，可能没法过来招呼厉道友。有什么事情，直接吩咐府中的侍从就是。那要提前先恭喜你了，以石道友的资质，进阶太乙境当时10拿9稳。承厉道友吉言。两人又说了一会话后，石川空便告辞离开。时间飞快过去，转眼间小半个月过去了，石川空已经开始了闭关。这几日来，韩立足不出户，一直待在房间内。厉前辈，还请稍待1-2。姑娘，不知有何指教？不敢，前辈可莫要折杀奴婢。先前三皇子殿下特意嘱咐，怕您人生地不熟，让奴婢做您外出之时的向导。那就有劳姑娘了。前辈要去哪里？叶阳城中商贾集中，贸易兴盛的街市都可。好，那奴婢就带您先往地江方去，那边是摩诃区内8座最大的方市之一，也是距离我们这边最近的一处方市。前辈今日就先去那里逛逛。姑娘不必自称奴婢，同为修士，以晚辈自居便是。只是不知名讳为何？晚辈胡晶晶，前辈唤一声晶晶或者晶儿即可。好了，出发吧。路上，胡晶晶将地江房的情况与韩立粗略地讲了一下。这家商铺倒是有意思，背后可有势力依靠？有的，这个在咱们叶阳城不是什么秘密。这家金物斋的幕后金主就是12皇子石敬开。石敬开可是那位五公主石敬琰的同母胞弟。不错，正是他。这位12皇子也是个妙人，对于修行一事从来不上心，至今仍是真仙境修为，喜好游山玩水，到处探寻秘境和一些上古仙家洞府遗址。当初名动叶阳城的一件魔器万幽壶，就是他带回来的。真仙修为就敢如此涉险，想必那位五公主也是为他操心不已吧？前辈说的没错，据说五公主在她的弟弟身旁安排了3名太乙御仙长期跟随，又请托一位大罗修士代为照看，否则哪能容她这般胡来？好了，晶晶姑娘，你可以回去了。前辈，作为一个合体期修士，你知道的事情未免有些太多了。这地江方的路你已经带到了，回去的路我也认识，你就不必跟随了。奴婢遵命。哼！贵客临门，有失远迎。贵客倒算不上，只是有些好奇，贵店怎地开在了这魔域都城之中？就好似仙界之中不乏魔族之人一样，魔域之内同样有人族修士。贵客您不就是如此吗？咱这小小店铺，主要就是为您这样的跨界仙人服务的。倒也的确如此。不知贵客登门可有何需要？需要购买一些材料，不知贵店有没有？您需要的这些东西可都是顶级材料，除了最上面这2样以外，我们这小店里可就都没有了。不过您若是需要，在下可以与商会里沟通1-2，看看能否从别处调货过来。静静，怎么这就被人家赶走了？回禀殿下，那人。他赶走你之后，你没有偷偷跟随吧？先前殿下已经打过招呼了，奴婢不敢画蛇添足。对，你做得很好，有话就说。回禀殿下，那人虽然一路都很随和，但其临别之际的言语说出来时，我却不由得感到有些后脊发寒。之所以没敢贸然跟随，也是有些畏惧不敢。呵呵，那是故意做给我看的，你不用在意。他一开始没有拒绝你带路，也算是给了我一个面子。之后到了地江房才将你赶走，这是在警告，
让我适可而止，不要逼人太甚。很显然，他是不满我对他的监视之举，但却很懂得分寸的把握。哼，一个卑微的人族，身处我们圣域都城，怎敢如此放肆？亏得殿下还以礼相待，这种蛮夷就应该给点苦头尝尝。好了，这话不许再提，人家毕竟是13弟请来的客人，是我们做的差了些。吩咐下去，日后不必再派人跟踪监视他了，我自会留心。是，奴婢遵命。好了，你下去吧。果然不是个简单角色，有点意思。金木方。客官看点什么？咱们这金吾坊里正经东西不少，外门邪道更多。你有什么需求，咱们都能满足。这个多少钱？3500魔元石。这么贵？不是说慧眼识珠者得吗？客官，您也看到了，不是？我们说的是慧眼识珠者得，又没说慧眼识珠者分文不取啊。敢问贵店可有叶阳城的地图出售？若是能附上些相关的消息底报就更好。地图嘛，自然是有的，不过只有黑天区和魔河区的城区分布情况，荒城所在的洛家区和城内一些隐秘所在，自然不会呈现出来。这倒无妨，若是能再附上些城内各区的风物介绍，就更好了。叶阳城地图50魔元石，叶阳境风物至300魔元石。你若是想买些特定的隐秘消息，我们这里也有，只不过需要多破费些。不用了，就要这2样。这枚太妃独木，客官不妨再考虑考虑，这个价格也还有的商量。哦，以你之见，可以怎么个商量法？我们店里2掌柜留下过一条规矩，若是来的客人能够拿出足够稀罕的东西，在我们这里出售，这慧眼识珠货架上的东西就可以酌情讲价。足够稀罕的东西，或是足够奇怪的东西也行，我们自会判定其是否具有价值。你们这里既然有这么多一手1厘半爪，不知可收购完整尸身？那也得看是什么尸身。通常来说，至少也得是太乙仙级别的一退，否则寻常修士的遗骸要来何用？一具灰仙尸体，什么修为？生前堪比金仙修士。若是太乙仙境界的灰仙尸身，直接用来换这太妃独木都可以。既然只是金仙层次，那就需要再补上一部分费用即可。不知还需要补交多少？500魔元石即可。成交。见过大掌柜。给你个机会探听点消息都不要，还真沉得住气。此番是捡了一个大便宜。那家伙虽然主动提出可以出售隐秘消息，但现在贸然打听并不明智，还是先了解一下叶阳城的一些行事规矩，再做决定吧。韩道友，那种古怪感应又出现了。说说看。先前你在叶阳城中走动的时候，我脑海之中似有一些片段的回忆闪现，只是都是很琐碎的瞬间，无法连贯起来。都是些什么场景？你不妨描述一下。有一座黑色的小城，似乎有一条青色的河流，还有一座巨大的拱桥。就这些，不知为何，之前画面闪现之时十分清晰，这会儿话到嘴边时，印象中的画面却又变得越来越模糊起来了。实在想不起来就算了，我们暂时不会离开叶阳城，这些景象应该还会出现。等石川空出关以后，我先向他询问一下麒麟空境的情况。你突然这么着急见我，应该还有别的事情吧？关于麒麟空境，那里似乎是一处很危险的地方。你记起来了？只是一点模糊印象，比先前多了一些信息，但也仅此而已。看来此地对于你的记忆恢复有些帮助。或许你的主人曾经来过这里，等弄清楚之后再说。先前从赵古真人的储物戒中，我又得到了些材料，对于我的修行有些裨益。斩庭和断霄2柄战刀也需要升级1、2，所以我想闭关一段时间。如今身在叶阳城中，暂且还算安稳。你放心闭关就是，如无必要，我不会去打扰你。多谢。数月以来，韩立就像是被这位3皇子彻底遗忘了一样，彼此之间再没有交集。而韩立已经将丽江房大大小小的商铺全都逛了个遍。与此同时，韩立还开始打探起有关那位大祭司的消息，以及拯救提魂的方法。招呼不周，怠慢贵客了。无妨，我也是刚进来。
不知贵客需要买些什么？丹药还是灵材？都不是，我想见一个人。见一个人。掌柜不要误会，我只是想见一见你们圣元堂的那位首席天丹师，有事相求，并无什么大意。原来是想见康大师，那可真不凑巧。那是他最近正在闭关炼制丹药，恐怕无法见您。闭关了，那还真是有些可惜。贵客要是想购买些康大师的特制的丹药，我们店里还有一些，贵客不妨看看。不知康大师什么时候能够出关？这个就不得而知了。既然如此，那我改日再来拜访。道友是在等我。此言差矣，不是道友一直跟着我吗？在下高峰，适才在圣元堂中听闻道友欲寻一位天丹师，不知有没有听错？道友误会了，我欲寻的是那位康大师，并非随便什么天丹师。这位康大师不仅擅长炼丹，且在疗伤法阵上多有涉猎，擅长医治神魂损伤带来的各种疑难杂症。只是怕与厉道友你所求之事不符，只是徒劳而已。你认识我？厉道友所求之事，或许高某有办法帮忙，不如请厉道友一步寒舍一去，如何？不用想，眼前这人肯定与石川宫的某位兄弟姐妹有些关联，只是不知其真正目的为何。但眼下提魂一直陷入昏迷，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拖下去难免夜长梦多。好，那我这不是高兄吗？怎么又在哪里猎取到了太妃玉兽？你在胡说些什么？我现在没工夫搭理你，厉道友，咱们走吧。抱歉，我突然想起来，家里煤气还没关，就不上门叨扰了。太好。厉道友，许久不见，不如来喝上一杯。殿下今日怎地有这般闲情雅致，在这月下饮酒？这些时日事务缠身，一直脱不开身去拜访厉道友，实在是有些失了礼数。这不今日刚一得闲，听闻厉道友喜好杯中之物，就炼了这一壶珍藏千年的仙人醉，想着能与你共饮上几杯，却不凑巧碰到你外出了，便只好一人在此自斟自饮了。那倒是厉某害殿下空等许久，该自罚一杯。好，爽快！厉道友如此性情，怪不得能被我那13弟引为至交好友。师兄他闭关也有些时日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出关。13弟他之前历经波折不断，一路上积攒了不少哀伤，同时也几经生死大劫，对修行感悟非同以往。此次破境之后的收获，只怕已远非往日可比。那倒是要在此提前为师兄庆贺一下了。厉道友，关于拯救提魂道友一事，师某思来想去，还是要和你解释一二。此事有些复杂，非是我不肯出力，而是当下时机未到，希望你能理解一二。那就有劳殿下了。恭喜师道友成功进阶至太经。同喜同喜！我看厉兄你的修为也是精进了不少，我这出关已经半月有余，想要见你一面，却始终不得。若不是接下来有事要与你相商，否则实在是不愿打搅到你。无妨，我闭关日久，正好出来活动活动，只是不知有什么事情要商量。前几日，三哥来告知我，父亲可能快要出关了，届时就是提魂一事，或许会有转机。哦，此话当真？我与三哥已经筹划好了，待到父亲出关的庆典之上，我会向他宣扬你的功绩，同时也告诉所有人，是在你的辅助下，我才得以寻回本族之宝之一的罗刹琵琶，并且让他们知道，若没有你保护，我根本走不出十幻山脉，更躲不过之后那一次次暗杀。师兄，你把这所有功劳记到我头上，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是想做什么？告诉你的那些对你虎视眈眈的兄弟姐妹们，你还是以前那个平庸无争的好弟弟。哈哈，我说什么他们也都不会信的。之所以这么做，只是想为你在父亲那里求得一个奖赏。你是说让魔主开口，命令大祭司就是提魂？不错，只要父亲金口一开，即使是大哥也无法拒绝。怪不得之前三皇子就曾说，他对此事已有对策。原来他等的时机就是这个。三哥做事一向滴水不漏，厉兄你大可放心。
这是我族的3圣阵元中具有洗涤元气的功效，只是催动消耗的元气不小，只有在发生重大事情的时候才会敲响。这是空间分身，石道友进阶太极境后，对于空间法则的操控越发精妙，佩服。哈哈，力道友过奖了，只是一个镜像分身罢了，只有本体1、2成的实力，唯一的好处在于可以远距离投影，多用于传讯交流。石道友，这钟声既然响起，莫非是？没错，是父皇出关了，估计明日便会召见我们，到时候我们按照计划行事。好。血滴侯道友，许久不见，当年真是多谢你为了我们尹总的照顾真人，否则我和石道友未必能安全返回叶阳城。力道友客气了，说起当年的事情，薛某真是惭愧。3殿下派遣我前去接应你和13殿下回叶阳城，我却没有发挥什么作用，还被照顾那老魔头打成重伤。那照顾真人，我听说后来被力道友斩杀。力道友的实力真是深不可测，佩服。当日能斩杀那照顾真人，实在是各种巧合叠加在一起，才勉强做到的。再来一次的话，死的肯定是在下。力道友太谦虚了。走吧，按照规定，我们也需要去参拜一下，然后才能去圣皇宫觐见父皇。哈哈，三弟，你来的也颇早啊！原来是大哥，还有八弟、师弟，我们倒是许久没有见面了。八哥是传讲你已经见过，那个是师哥石伯符，他小的时候得了一场怪病，缠绵了许久才治愈。不过他也因祸得福，领悟了一种极为厉害的诅咒法则，不可小觑。八哥和师哥都依附于大哥。是啊，我们虽然都在叶阳城，但各司其职，确实许久没有见面了。我最近刚刚得了真仙界的2瓶紫罗仙酒，今日觐见了父皇以后，三弟和13弟不如到我府上来，我们兄弟几个畅饮一番，岂不美哉？大哥既然有此美意，小弟自然奉陪。说起来，我们兄弟几个平日里分处各地，也是难得接着父皇出关之际，才好在此一聚。好，那就这么说定了。对了，力道友若有兴趣，也可前来。那日我和你说的事情仍然算数的。刚刚大皇子所言何意？血滴后休得胡言。力道友，刚刚大哥所言究竟是？13弟，这是大哥的离间之计。力道友乃是你的好友，莫非你还信不过他？我对力道友自然是信任的，只是有些好奇大哥做了什么事情。也没有什么，只是先前我在魔河区闲逛，偶遇了大皇子，就提魂的伤势谈论了几句。不过当时他的容貌和现在略有些差别，所以我并不知道其身份。原来如此，大哥果然狡诈，竟然用这种下作手段。大哥行事一贯如此，我们小心一些，不要自乱阵脚就是了。在下方才一时冲动，言语失当，还请力道友见谅。无妨，我们先走吧。拜见父皇，恭贺父皇闭关修炼神功大成。大胆狂徒，见了圣皇竟然不跪！厉某并非圣域中人，此次不过是保护13殿下，才来到叶阳城。圣皇大人统治圣域，我虽然心中敬仰万分，但对在下来说，却也只是前辈高人，自然无需行跪拜之礼。放肆，竟然还敢辩驳！算了，明真，都是些许小事，不要在此争吵。是，父皇。你就是厉飞羽，既然非我圣域中人，跪拜之礼就免了。拓空、传空，你们也都起来吧。谢父皇。传空，你这次离开圣域时间不短，前往真仙界之行如何？启禀父皇，儿臣在真仙界见识了不少异域风情，收获也颇多。你此番修为精进不小，看来确实不虚此行。我辈修炼中人正该如此，要增广见识，多历磨难，才能有所精进。父皇说的是，父皇精进修为固然重要，只是我等皇族肩负圣域1万臣民之生计，也不能一味只顾自身修炼。近年来，天庭布置在我圣域附近的驻军频频调动，似有大的动作，儿臣恳请父皇彻查，以防天庭再次进犯。知道了，此事我自会安排。启禀圣皇，大殿下、八殿下，徐殿下在外请见。让他们都进来吧。力道友，父皇性格偏执多变，虽然不知道他为何会宽恕你刚刚的无礼，但实是万幸，你接下来万万不可再和他老人家有所冲突，否则莫说救助提魂，你的人身安全也无法保证了。石道友。
那两位是？那是吴姐石敬琰和6个是明真。他们和大皇子可有关系？吴姐修为高深，而且胸怀大志，是我们众人中极出色的一个，可以和大哥、三哥相比。他的麾下也掌握了不小的势力，6个和12个都是他的支持者。拜见父皇，恭祝父皇修为精进，早日达成道统之位，有能自在，万古长青。好，都起来吧。石道友，不是说此次圣皇出关，乃是整个圣域的大事，其他皇子公主不来吗？七哥目前镇守在黑鸦城，严密监视天庭的动向，无法分身。12哥性起游历，常年不在叶阳城，连父皇也拿其没有办法。至于2姐、4姐、9姐、11姐，他们4人拜入我圣域的一位道祖门下修炼，我也已经很多年没有看到他，这次肯定也不会前来。原来如此。既然人都到齐了，那便开始吧。我闭关这段时间，圣域内发生了哪些重要之事，你们依次报来。罗刹琵琶可算是回来了。传空，你这次拿回罗刹琵琶，功劳着实不小，我心甚慰。说吧，你想要什么赏赐？替父皇办事，儿臣不敢讨赏。哈哈，我一向是有功必赏，你立下如此功劳，若无赏赐，岂不是让天下人都来指责为父？传我旨意，13皇子寻回至宝，劳苦功高，封天山侯爵位。至于封地霸，天红玉目前无主，便一并赐给你吧。多谢父皇隆恩，只是如此重赏，儿臣万承受不起，请父皇收回成命。我的赏赐什么时候收回过？天红玉商贸发达，由你来管理正合适。你好好经营，莫要辜负我一番苦心。儿臣多谢父皇厚爱，儿臣定然不负所托。退下吧。启禀父皇，儿臣还有一事要禀告。你还有何事？单说无妨。父皇，儿臣此次能从真言门遗迹中寻回这罗刹琵琶，全靠力道友相助。而且这次返回叶阳城的路上，我们曾经数度遭人袭击，也多亏了力道友全力相助，才化险为夷。力道友的功劳实比儿臣更大，还请父皇也赐予他一些恩赏。厉飞羽，你虽然不是我圣域中人，但你既然为我圣域立下如此功劳，自然不能不赏。说吧，你想要点什么？我和石道友乃是患难之友，做这些事情原本不应该讨赏，只是眼下在下有个麻烦，自己实在无法解决，便厚颜向圣主讨下这个赏赐。什么麻烦？且说来听听。启禀圣皇，在下一位好友，不知何故神魂受到重创，偏偏他又是形兽之体，目前全身精气正在不断溃散，寻常手段根本不管用，还请圣皇准许祭祀殿的大祭司大人为我这位朋友查看一下。原来只是想救一个人，这个容易。展峰，你将大祭司叫过来，为他的好友医治。启禀父皇，大祭司早在10年前便开始闭关，能否请大祭司出关以后，再为力道友的好友治病？既如此，等一等也可以，只是不知大祭司大人闭关一般都是多久？这个就不好说了，毕竟闭关之事可长可短，有时只有几年时间，有时却需上100年。不过力道友放心，只要大祭司出关，我一定让其来为阁下好友救治。大哥，如今祭祀殿既然归你管辖，大祭司大人到底何时出关？你难道会不知道？13弟，你这可就冤枉大哥了。祭祀殿现在虽然是我在管辖，但大祭司大人地位尊崇，他的行动并不受我控制，我也一向十分尊重他。对于他何时出关，我确实不知。既然大祭司在闭关，就等其出关之后，再为力道友的好友治疗便是。100余年的时间对我们来说，还不是白驹过隙。可以在下催促，我的朋友目前虽然被我以紫阳暖玉镇住伤势，只是我手中的紫阳暖玉所剩不多，最多只能再支撑20-30年时间，实在等不了100年。紫阳暖玉，我手中正好有一些，而且都是中品，便赠与力道友吧，也算是答谢道友为13弟和我圣域的付出。这些紫阳暖玉应该足以让贵友再支撑个100余年。多谢大殿下馈赠，有了这些紫阳暖玉，确实可以支撑100年。只是100年后，阁下还要劳烦大祭司了。力道友放心便是。父皇，13弟刚刚说他在返回叶阳城的路上被袭之事，他也和我说了一些。那些人实力强大，他们……此事我已经听说了，正在派人调查了。父皇神通广大，您派人调查的结果，自然比我们清楚得多。这件事你们无需再管，安心做好各自的事情便好。儿臣遵命。好了，你们都退下去吧。影子，你觉得这个厉飞羽和大人是不是有些相像？
恭喜13弟，你刚刚返回叶阳城，立刻便大获圣宠，封了侯爵之位。父皇更是将天红玉赐予了你，大哥真替你高兴。大哥过奖了。若论父皇宠信，小弟如何能跟你相比？父皇赐予你的那些丹药、铠甲、兵器，无一不是绝品，才真的让我羡慕。若是父皇同意，我倒希望拿自己的赏赐和13弟的交换一下。厉道友，你的修为深湛，我是极为佩服的。日后若是有暇，不妨到我府上一叙。大哥的净空米又精深了许多。13弟，你受困煞衰多年，想不到你到真仙界走了一遭，便突破了瓶颈。我这个做姐姐的真是为你感到高兴，可惜我事务繁忙，抽身不得，否则也想去真仙界看看。吴姐过奖了。不知五公主有何见教？见教可不敢当，不过能击杀花镜和照顾真人之人，自然与众不同。我当然要好好看看。看，五妹，此处乃是圣皇宫，还需注意一下言行。三哥说哪里话？小妹只是和厉道友打个招呼，对吧？五公主的招呼可不是一般人消受得起的。厉道友自然不是一般人，日后若有闲暇，也请随时到我宫中小坐，给我讲讲仙域的事情。对于仙域，我可是颇为向往的。三哥，13弟，我也告辞了。厉道友，五妹的天香梦归威力霸道，你没事吧？我没事，3殿下放心吧。那就好，我们也回去吧。嘿嘿，看来离我预想的太离谱。看来这一次不再是神魂投射，而是真正的肉身穿梭了。猜的对不对？一见便知。能以神魂手段重伤老夫，量你小子也好受不到哪里去。等下一次再见到老夫时，定让你知道什么叫行销武力，什么叫挫骨扬灰。我他妈来了！怎么是你？果然如此，哈哈。小子，你竟敢这般托大，撇下是穿空，自己一人前来追杀老夫。你的神魂损伤还尚未修复完，好吧？那又如何？老夫就不相信那样的神魂秘术，在这么短时间内，你小子还能够再发动一次。神魂秘术最好神使之力，短时间内的确不可能恢复，但照顾前辈怎知？晚辈就没有其他的手段了。不梦玄虚。噬魂灯怎么会在你的手上？原来前辈也认识此宝，但不知前辈可有应对之法。紫金符箓。剑。快跑！好小子，这噬魂灯到了你手上，只怕威力犹胜那紫青双书。不过既然被老夫封了，看你还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来。不能再拖了！青竹风云剑，斩神式！魔剑，霸道斩天诀。能将老夫逼迫致死，小子你区一介太乙初期御仙，着实令我刮目相看。可惜境界的差距不是靠着强大的神魂秘术就能拉近的。前辈此言差矣，晚辈的神魂秘术尚未使尽，前辈怎知这差距无法拉近？你那噬魂灯已经被我封住，之前那损耗巨大的金光小剑已经使过一次，这么短的时间内，你绝无可能再用，所以你大可不必诓我。有没有诓你？前辈大可一试。那便一试。
太乙的神识之力，怎么可能？杜爷，这个消息属实吗？回禀殿下，消息来源可靠，属下愿以性命担保。没想到我辛辛苦苦追寻那么久，竟然会是在那个鬼地方。不过想到也不奇怪，若是在其他地方，也不至于耗费我这么多时间还找不到。属下这次回来禀报，就是希望殿下能再调动些人手，与我一同前去拿回此物。能打探到消息，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这件事情我另有打算。殿下，属下斗胆一问，此事您是不是打算亲往处理？那地方情况不明，殿下万金之躯，还是此物事关我修行大道，决定着我能否快人一步，先行跨入大罗境界，不得不慎重。近期其他事务都可以先放下，一切皆以此事为重。是，属下遵命。厉道友，你修炼起来还真是刻苦，佩服。石道友取笑了，石道友你没去动身接手天红玉，怎么想起到我这里来了？以前没有管理过一域之地，还真不知道需要忙那么多事情。单是各方面的交接，已经让我焦头烂额。大哥他们又在暗中捣乱，一时半会恐怕是无法接掌天红玉了。不说这些了，今日过来是有2个消息要告知厉道友。是什么消息？一个就是你之前让我找的关于那个机灵空境的信息，有线索了？算是吧。那地方位于圣域的一处偏僻之地，和夜阳境一样，是另一处界面空间，而且是一处绝境。绝境？机灵空境内没有天地灵气，也没有魔气，具体里面情况如何，如今已无从考证。总之是个特别的地方。在许多年前，那里曾经是处罚犯人的流放之地，但早已废弃，最近数十万年来却没有再用了。那地方在哪里？可有查到？就知道你会这么问，我做事你还不放心吗？厉道友，我虽然不知你为何寻找机灵空境，那里是一处险地，你还是不要去那里。多谢石道友提醒。对了，还有一个消息是什么？另一件事嘛，就是你托我寻找的那位叫紫灵的飞升者，已经有消息了。此话当真？自然，三哥对你的事情可颇为上心，派人注意调查了圣域各地自下界飞升之人，在黑水域的飞升台那里还真发现了一个100余年前飞升的女修，和厉道友你说的那个紫灵很是相像，可真是个绝色佳人啊！心头会不会有一丝温存？心头的冠冕压不住这波纹。喂，厉兄，你没事吧？看来是没错了。认识你这么久，你这般失神的模样可是头一遭。什么时候给我说说你和这位红颜的故事呀？肯定很精彩吧？不错，他正是我要找的人，不知现在在何处？厉兄，你先平复一下情绪。事情是这样的，能自下界飞升至圣域的修士，因为潜力不凡，大都会被附近势力邀请。这位紫灵仙子不仅姿容绝佳，据说资质也是极为不凡，故而被黑水域的一位大罗存在看中，收入了麾下。看来这个大罗有什么问题吧？此人名叫黑和尚人，乃是圣域中一位大有名气的大罗境修士，为人还算正常，就是有那么些什么？就是男人嘛，多少总有些那个啥。这人虽已成就大罗境修为，但也不能免俗，尤其是紫灵仙子这般姿容，在整个圣域也是颇为罕见，所以就你明白了吧？厉道友放心，黑和尚人和三哥关系不错，双方算是结盟的关系。我三哥查到此事后，立刻传讯警告了黑和尚人，只是目前还没有收到回复。我记得叶阳城内有连通各地的传送法阵，不知可有通往黑水域的？有，厉道友随我来。那位黑和尚人居住在黑水域的一处大湖之中，距离此地有2个多月的路程。厉道友莫要心急，还是先养精蓄锐。黑和尚人并非大气之人，此行未必会很顺遂。何方当有光临黑河水宫？在下时穿空，特来拜会黑和尚人。原来是13殿下，未能远迎，还请见谅。13皇子殿下驾临，没能与皇子之力恭迎，还请恕罪。
夫人客气了，是我们今日来的太过突然。厉道友，这位是菊夫人，是黑河前辈的道侣。这位是厉道友，虽然来自于仙域，却是石某的知己好友。厉道友神通广大，父皇也对其颇为赞赏。不知13皇子殿下此番大驾光临我黑河水宫，有何赐教？赐教不敢当，石某今日来时有一事，想要向黑河前辈请教，不知黑河前辈可在宫中？哎呀，殿下来的不巧，我家夫君为了修理一门大法，多年前便开始闭关，恐怕不能出来和殿下见面。这样啊，那还真是不巧。夫君闭关前让我主理黑河水宫各项事务，不知殿下来找我家夫君所为何事？只要不是太大的事情，和我说也是一样。哈哈，说起来确实不是什么大事。我听说黑河水宫100余年前召入了一个名叫紫菱的下界飞升者，不知可有此事？哦，是有这么一个人，却不知13皇子殿下为何问起此人。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那位紫菱和厉道友是在下界便相识的朋友。厉道友听说其飞升到了圣域，今日特来拜访，不知夫人可否请紫菱姑娘出来，让他们见上一面？嘿嘿，朋友，只怕是情人吧。虎妹子就是虎妹子，走到哪里都勾搭男人。紫菱刚刚飞升圣域，对这里的一切还不熟悉。他若有何得罪之处，厉某愿代其赔罪。赔罪？哼！为了平息夫人的怨气，我这里有几样还算不错的材料，还请笑纳。菊夫人，不管如何，能否看在石某的面子上，让他们2人见上一面？13殿下既然开口，妾身岂会驳您的面子？只是那紫菱此刻并不在黑河水宫，妾身就是想叫，也叫不过来。不在，他去了何处？我黑河水宫中恢复的修士众多，并不禁止他们外出。那虎妹子又得了夫君特别关照，可以随意出入水宫。她去了哪里？我怎么知道？徐夫人刚刚说，黑河前辈闭关之前，让你主持黑河水宫的事务。紫菱去了何处？你应该不知全无头绪吧？你是什么东西？妾身看在13皇子殿下的面子上，才让你这仙玉贼子进入黑河水宫，竟敢一而再的旁问于我。黑河水宫不欢迎你这等恶客，给我滚出去！徐夫人，厉某无意和你为难，只求夫人告知紫菱的下落，在下必有重谢。哼，小子别狂妄，别以为我真的拿你没有办法。黑河水宫加持我身。厉道友，你果然在这里啊！三殿下，你怎么会在这里？三哥，你怎么会来这里？若是厉道友信得过石某，此事就交给我吧。我和黑河上人现在是合作关系，那菊夫人对我还是颇为顾忌，由我去询问，他说不定会松口。没错，让三哥去问问看，实在不行，我们再想别的办法。那好啊，就拜托三殿下了。厉道友，你就放心吧，三哥智计无穷，巧舌更是无双，有他出马，肯定能问出紫菱道友的下落。但愿如此吧。三殿下如何？幸不辱命，我已经查到了紫菱道友这些年在黑河水宫的情况，以及他现在在何处。哈哈，我就说三哥出马，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多谢三殿下，不知紫菱来到黑河水宫后过得如何？紫菱道友飞升到圣域后，被黑河上人看中了他的容貌和资质，打算收为侍妾。只是紫菱道友性格刚硬，宁死不从。黑河上人不愿用强，而且他当时其急于闭关，便将紫菱道友交给他人暂且看管了。太好了，紫菱道友并未受辱，贞洁容在，厉道友你可以放心了。13弟，你在说什么？13殿下说的倒也不错，只是紫菱孤身一人，就算发生了什么，也不是他的错。那后来呢？紫菱此刻是否真的不在黑河水宫？黑河上人闭关之后，紫菱道友试图逃离黑河水宫，菊夫人非但没有阻拦，反而暗中将其放走。所以现在紫菱道友确实不在黑河水宫。这下倒好办了，虽然圣域很大，但对于我来说，想要找个人倒也不是什么难事。厉兄，你放心，等我回去安排一下。看来厉道友也猜到了些。菊夫人虽没有阻拦，但却在紫菱道友离开黑河水宫之后不久，便派人将其擒住，并流放到了姬陵空境之中。姬陵空境可不是什么好地方，紫菱道友刚刚飞升，应该只是真仙境修为吧？只怕黑河上人闭关前怕紫菱道友被其他侍妾欺压，曾经赐予了他好几件厉害魔器护身，所以就算进入姬陵空境，自保应该不成问题。
希望如三殿下所言，三殿下当真智计无双，这么短的时间就查到了这么多信息，真是让厉某自惭形秽。对啊，三哥，那母老虎那么难缠，你是怎么问到这些信息的？都是些诡异伎俩，不值一提。厉道友接下来有什么打算？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恐隔墙有耳，先离开此地，再从长计议吧。不当，父亲命你管理天红玉起事儿戏，况且我又怎能让你以身犯险？师兄，三皇子殿下说的没错，这吉林空境我一人前去就可以了。三哥，你知道我一向恩怨分明，弟兄对我有救命之恩，还不只是一次。现如今看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我如何能置之不理？罢了，我知道挡不下你，若非族中事务不可放下，我便陪你们走这一遭了。哈哈，族中离了100个石川空斗无妨，若是少了一个三哥你，那还不得忘了靠了。好了，别贫嘴了。关于吉林空境，我虽知道些情况，但毕竟不曾亲身涉足，所以所知之事也不甚详细，能多告知你们一些便是一些。有劳殿下。无妨，你们细听便是。师兄，那里便是吉林空境的入口了吧？不错，似乎很久以前那里就被父皇下令封禁了起来，并被列为了禁地。哦，是为了防止流放其中的人逃出来，也有这方面的考量吧。不过更多的还是怕圣域之人无意间闯入，被吸入那沙丘，进而困入吉林空境中。原来如此。法宝等物既然用不了，便带剑兵刃在身，总比赤手空拳好些吧。走吧。小心！之前三哥说这里面的一切生物都与外界大有不同，现在看来这岂止是大有不同，简直就完全不是同一物种。此处空间压力远胜圣域，至少应该是外界的2倍。这些异兽想要抵御这股压力，就只能生出更加坚硬的鳞甲和更加强悍的体魄。我们不能以过往的眼光视之。弟兄，你拿这兽核干什么？此物又不能炼化灵力，且也没什么炼器价值吧？你先看一下再说。这兽核当中竟然蕴含有如此之强的血肉气息，寻常之人若是服下，多半能够增强肉身之力吧。不错，这方天地虽然灵气尽绝，魔气不生，但是终究还是有自己的天地规矩。这些异兽只怕也是因为这样环境的关系，肉身躯体才会变得如此强悍吧。身处此地的那些移民，经过这么多年的适应，自然会知道这些兽核的作用，或许会将这种兽核收集起来，作为一种修炼肉身的资源。我们出临此地，遇上便顺便收集一些，或许以后有什么用也说不定。还是厉兄想的周到，不过此地毕竟荒废了这么许久，也不知当初那些人被放逐此地那么久后，如今会是什么样子。刚才我用神识之力探查了一下四周，跟这图上对照了一下，似乎是在这片区域。卫道群看样子也是一处偏远所在。怎么样，谢了，到了这吉林空境之中，可曾想起来什么？心中隐约是有一些感应，只是不知道是不是距离太远的缘故。这感应十分之模糊，也不知是好是坏。看来此地多半与你失去的记忆有些关系。那你的感应可有方向？根据地图上所示，大致方向应该在地图所示的中央地带，但具体的话还无法确认。目前紫灵身在何方还不知道，就先以此为方向吧。那些移民若是存续至今，多半也会聚集于中央地带。厉道友，此方天地尽绝灵气，我虽有仙元石作为内在动力，也只能如你们一般施展些普通攻击，一身雷法却是施展不出来半分。一旦仙元石内仙灵力耗尽，便要陷入沉睡了。果然如我所料，连你也一样会受到此方天地规则压制。接下来，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你都尽可能不要参与战斗，避免仙灵力的消耗。无法使用储物戒，我身上也只带了数枚中品仙元石。也只能如此了。有这些仙元石的话，足以支撑我在此地活动一段时间了。走吧，此处不是逗留之处，我们先行赶路，看看能不能遇到这里残存的囚徒移民，打探一下是否有紫灵的消息。弟兄，你也不用太过担忧，紫灵道友势如你一般，从失落界面飞升上来的修士，这本身就是一种实力的证明。即使流落在这吉林空境，也一样不会有事的。多谢石道友，此番还是多亏了你，否则我恐怕想要进入这里，都要颇费一番
番功夫了。和我不必如此客气了。真要算起来，我这条命都是你救的。当初在灰界情况那般危机之时，我也不曾见过你这种神情。看来那位紫灵道友对你来说是真的万分重要了。我看也就不必歇息了，咱们这就赶路。走吧，我们继续赶路。义兄，你这是？之前给你的那枚兽核还在不在？在。还不够，还需要更多。我操！李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先前那2头异兽的兽核之中蕴含有星辰之力，对于打通玄窍有着特殊功效。如今虽然无法炼化，但却可通过吞食便能将之吸取到体内。此话当真？这岛上异兽业败群星，便是在吸取星辰之力。你随便捕来一只，取出兽核，一试便知。好。不妨，现在我们赶路要紧，日后有的是机会，到时候再行尝试就是了。好，要是路上再有什么厉害的异兽不长眼睛，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经过这段时间的尝试，已经基本可以确定，这些灵兽体内的晶核的确能够增长体内的星辰之力，有助于修炼肉身，但却还不足以激发玄窍的开辟。的确如此，不过这些日子吞噬了这么多兽核，我们对这方天地空间压力的耐受程度明显提升了不少。没想到此番随力兄同来击灵空境，还能有此般境遇。若能在此不断捕杀吞噬兽核，可是比来借苦修要快得多了。只要再多吞噬一些兽核，体魄便会更加强健一些。等之后登上面积更大的陆地时，也就能够从容应对了。厉道友，那群灵甲巨蟹又追上来了，看那速度，不过30息的功夫就能追到这边了。阴魂不散的玩意儿，若非数量太多，兽核又没什么价值，早该给他们一锅端了。不用理会，马上也就要到下一块陆地了，他们也追不上来。好了，咱们也出发吧。李兄，怎么了？莫非又有敌袭？这是应该是那些流放的囚徒一名。师兄，能看出来点什么吗？这里虽然有2具尸体和2具傀儡，不过从双方身上伤势来看，似乎是彼此之间相互攻杀造成的，应该是分属2个势力阵营。你说的与我猜想的大致一样，他们之所以在这里厮杀争斗，多半是为了争夺一个人。一个人？难道你是说？不错，我找到了紫灵遗留下来的面纱。义兄，你确信这是紫灵道友的东西？面纱上有他的血迹，对于这气息，我认为这2方囚徒之所以争斗，多半就是为了争夺他，而他应该就是被这2方势力之一给掳走了。看这些尸身的模样，应该已经死了许久了。紫灵道友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到这里的，这个暂时没办法判断。之前我们经过那些岛屿的时候，是一路探查过来的，并未发现他留下的任何踪迹，就连一丝气息都不曾有。可见他极有可能不是从黑水域那个入口进入机灵空境的。或许魔域之内还有别的出入口吧？这个还真有可能。只是之前菊夫人那个悍妇肯告诉去向，已经是买了3个亿个面子，更多内幕他却不肯吐露。好在现在总算有点线索，我们只要找到这2方势力中的任何一个，就能打探到紫灵的消息，这也算是一个好消息。走吧，既然确定是在这片大陆上，要找到他就只是时间问题了。这些人就是被关入机灵空境的囚犯，总算是遇到了。我们是否出去和他们相见？这些囚犯们并非善类，贸然出去和他们见面并不妥当，还是看看情况再说。大哥的逼格玄功越来越厉害了，连这剑灵湖也能一击斩杀。看来你用不了多久就能积攒足够的攻击点，拿到4星名牌。到时还望陈大哥多多提携我们这些人。放心吧，只要你们跟着我陈阳，好好为我效力，好处自然少不了你们的。好了，你们赶快将这件灵武之剑取出可用的星武，然后返回据点吧。今日的狩猎就到此为止。陈大哥，你呢？我还有些事要处理一下，你们不用管我了。被发现了，快走！看样子是跑掉了。
可不，怎么不跑了？这位道友，我们无意窥探你们的战斗，只是听到了你们打斗的声音，所以才过来一看，并没有恶意。两个鬼城的小崽子，说谎之前，好歹先把这具傀儡收起来。既然你们上门送死，那就拿命来吧！拿了吧你！哎，我操！易道友，你这是？道友，没事吧？无妨。想不到这些囚徒们竟然这么厉害，我们现在怎么办？实在不行，就让我动用3个给个底牌，直接灭杀此人。你们2个是刚刚从外面来的新人吧？没错，我们刚刚被夜阳王朝的人投入麒麟空境。阁下是什么人？为何要攻击我们？果然如此，说起来倒是误会一场。方才我看你们面生，又带着傀儡，便以为你们是鬼城的人，这才和你们动手。2位不用担心，你们既是新来的，我们便不是敌人。既然是一场误会，我2人也并非斤斤计较之人。刚刚的事情就此结果吧。在下陈阳，不知2位道友高姓大名？厉飞羽，时空。原来是厉道友和石道友，幸会，我们可谓是不打不相识，哈哈。陈道友，不知刚刚你说的鬼城是什么地方？此事说来话长，简而言之，我们这些麒麟空境内的幸存者目前分成2大势力，不，还有你们刚刚看到的那几人，都是属于玄城一方，而鬼城则代表着另一股势力，2大势力彼此关系可不怎么样，所以我刚刚才会对你们出手。原来如此，玄城、鬼城这2个名字似乎有些讲究啊。石道友说的不错，2位想必也发现了，麒麟空境内无论是魔器还是其他元力都无法使用，想要和此地的各种灵兽对抗，只能修炼体术，或者借助傀儡等外力。我们玄城专精于炼体术，而鬼城那边顾名思义则是善于操控傀儡。原来是这样，麒麟空境内环境恶劣，除了灵兽外，还有不少其他的危险，少数几个人很难存活。2位可有兴趣加入我们玄城？我看你们身上都开启了不少玄窍，都是修炼体术的好材料，加入玄城正合适。加入玄城？我们2个初来乍到，能否请陈道友给我们介绍一下玄城的情况？玄城正如我刚才所说，乃是以修炼体术为主，城主乃是恶快大人，他老人家开启的玄窍多达1000多个，多亏恶快大人庇护，我们这些人才能在这麒麟空境内安然生存。1000多玄窍。会，我看2位道友在体修方面天赋都是不凡，目前造诣已经不浅，加入玄城正可以继续深造。姿势体大，陈道友能否让我们考虑一下？陈道友，天空有什么问题吗？怎么回事？今年竟然提前了这么久。陈道友，你没事吧？啊？当然可以，2位慢慢考虑。不过此地不宜久留，你们还是先跟我一起离开这里为好。陈道友此话何意？天空的黑云有什么问题吗？那并未是寻常黑云，而是麒麟空境内特有的天灾避风的前兆，每年都会有。只是想不到今年时间提早了这么多，此风非人力可以对抗。我和那几个同伴在这附近有一处地下据点，快到那里去躲避一下。避风，石道友，你听说过这是什么地方？我以前在3哥藏书室的一本古籍中看到过这避风的记载，不过上面也语焉不详，只说是非常厉害的风灾。看这陈阳的模样，看来确实不容小觑。既如此，那就麻烦陈道友了。不必客气，我们都是被夜阳王朝流放到此地的人，本来就应该互相扶持。2位快随我来吧。陈道友，麻烦你先解开我这具傀儡的禁制。哎呀，差点忘了此事。
这是龙须针，乃是玄城中的高人开发而出，专门对付各种傀儡。原来如此，那走吧。陈大哥，你终于回来了。他们是？这2位是厉道友和石道友，他们是刚刚被流放到这里的人。此刻避风乍起，我带他们来这里躲避一下。原来是这样，3位道友幸会了，快进来躲避一下吧。现在的避风只是接地气，真正的避风比现在要可怕10倍不止。方贝，封死入口，你也不要在此守着，一同到下面去。被避风洞的寒气侵袭了身体，想要驱除就难了。是。厉道友，我们就这么加入玄城，你觉得如何？机灵空境内的危险，看来远超我们的预料。与其这般漫无目的的搜寻，加入玄城倒也不失为一条明路。不过我们加入了玄城，若是在里面找不到紫灵，想要再去鬼城寻找就难了。话虽如此，我们目前身在机灵空境，玄城和鬼城只能2选其一。就目前的情况看，选择玄城似乎对我们更加有利一些。这倒也是，既然厉道友已经做出了决定，石某就不说什么了。说起来，我对于玄城确实也很好奇，很想去见识一下。陈道友，我和石道友商议过，决定加入玄城，只是在加入之前，还有几个事情想要询问一下。厉道友，请说。在下想知道，加入玄城是否需要付出某种代价，或者遵循某些契约规矩？原来道友在担心这个你放心，各块大人创建玄城，目的便是为了护佑同伴。加入玄城并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要说规矩，也就只有一条，那就是一入玄城便不得背叛。原来如此，厉某明白了。除了这个，厉某还有一事想要请问陈道友。请说。厉某有位同伴，名叫紫灵，乃是一位女修，约莫数十年前也被投入了机灵空境，不知陈道友可听说过？紫灵，这倒不曾听说。厉道友也不要灰心，我们玄城并非只有一座城池，除了主城外，还有数个附属小城。陈某便是其中一个附属城池青阳城的人。机灵空境内无法使用传讯阵，几座城池之间的消息传递速不灵通。你那位朋友可能去了其他城池也说不定。原来是这样，多谢陈道友指点。我和石道友2人愿意入玄城，还请陈道友引荐。好，2位道友从今日起便是我们玄城的兄弟。等这避风天灾一平，陈某立刻带2位前往青阳城。韩道友，谢道友，你刚刚被那个人阳用龙须针封住身体，没有大碍吧？无妨，那些金针倒是刺激到了我的记忆，让我又想起了一些事情。可是关于机灵空境的。有些是，也有些不是。这次想到的东西有些多，而且很杂，我整理了许久，才理出一点头绪。具体有哪些东西？大多数是机灵空境深处一个名为逍遥宫的地方的，还有2个人名，一个叫恶快，另一个叫沙星。恶快，此人乃是玄城城主，你和他有关系？不知道，记忆太过模糊，只是想起了这2个人名，其他的还是一无所知。你也别太在意，等到了玄城，我会想办法调查一下你刚刚说的那些。除了这些，我倒还回想起了别的东西，对你可能有些帮助。什么东西？谢道友，多谢了，这门功法正是我需要的。那你先试着修炼1、2吧。羽化飞升，月寒是8岁全效，修成之后不仅可以增强肉身之力，更能将身法提升到不可思议之境，甚至能够单凭肉身之力凌空虚度，宛如羽化飞升般。避风之灾看来已经过去了，我们这便出发吧。陈道友，我们为何不再等几日，等风力彻底平复了再出发？厉道友，你有所不知，这避风虽然是天灾，但也有些好处。每次避风过境，都会有不少蠢笨的灵兽躲避不及，生生摔死冻死。我们需得尽早去寻找，若是迟了，那些死去的灵兽就会被其他灵兽吞噬，轮不到我们捡这便宜了。原来如此，正所谓祸西福之所以，说的一点都没错。这次我们得好好的捞一笔。陈阳队长，看起来这次收获颇丰啊！托2位点入关的福，这次索性是没有空手而归。
他们3个是顺民还是祥民？他们是我请回来的客人，也是要加入我们青阳城的。至于是哪一种，先等我面见城主大人之后再说。按照规矩，进城之后的第一件事就应该是评测等级。陈阳队长这么做，怕有些不合适吧？难道陈阳队长你还不放心吗？他可是城主最为器重的捕猎队长之一。他说等面见城主之后再做评测，又不是说不做，且等上一等也无妨。既是如此，那便推迟些也无妨。那就多谢2位点入关了。此次狩猎的捕获已经带了回来，还要劳烦2位清点。之后我还要去面见城主，先安排你们休息一下。方才那2位是？他们是青阳城内的2位点入官，负责记录狩猎队的收成和登记新入城的城民。他们说的顺民和祥民又是指什么？全校开辟16以上者为顺民，不足者则为祥民；54以上者就可以担任守城小队的队长，而数量在72以上者则可以担任狩猎小队的队长。原来如此，不知评测仪式何时进行？方才听了2位点入关的话，似乎是新进城后第一件事便是要进行评测。不急不急，你们的实力我亲眼见过，所以想要跟城主汇报一声，直接将你们纳入我的麾下。我想你们也不愿意分开吧？如此一来，岂不是会坏了城中的规矩？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若将你们分给其他狩猎队，那我岂不是损失太大了？不过之后还需不需要测评，这事还得请示城主大人。李道友、石道友，你们觉得陈阳此人如何？接触10日上的，不过看其与部下相处，以及这些日子以来的言行，似乎还算不错。什么？谢道友，你发现了什么异常？没有，只是觉得他与我们也相识不久，却愿意为我们破坏玄城的规矩，似乎做得有些过了。这个我倒觉得没什么，拉拢人心的手段罢了，我见过太多了。虽然事出反常未必有妖，但我们却绝对不能松懈。能被圣域视为囚犯，并欺辱此地之人，我可不认为都是什么善类。若是心慈手软，想必也活不到今日吧。说的也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嘛。城主大人，那3人的状况基本上就是这样了。嘿嘿，一个人族，一个魔族，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傀儡，倒是十分有意思的组合。这3人的消息没有流散出去吧？城主放心，此事厉害我心里清楚，已经叮嘱过手下那些弟兄，他们嘴巴严着呢，不会散布出去的。先前听闻玄城那边和鬼城抢夺1个人，结果失败了，惹得恶快大人很是不满。据说那人便是从外界新进入这流放之地的。现如今我们一次性就捡回来2个，若是被玄城那边知晓了，可就1个都别想留下了。那个魔族男子倒无所谓，那个人族可不能交出去，他身上蕴含有真灵血脉，若是被别人的去了，那可就损失大了。你办事我还是放心的，后面的事情你去办吧，可别出了什么岔子。是，城主大人放心。厉兄，实在抱歉，原本想着凭借自己的脸面，能够让几位免去那评测之事，不曾想城主大人非但没有卖我面子，反而将我臭骂了一顿。城主大人称一城规矩，乃是立城之本，绝对不能不遵从。无妨，我等既然要加入青阳城，本来就该遵守青阳城的规矩，这个测评该如何测便如何测好了。尽管城主大人并未答应免测一事，但其承诺只要你们测试之后都符合顺民标准，便可一起加入我的狩猎队，不必拆分到其他各处去。也好，那就多谢陈道友了。厉兄就莫要跟我客气了，免测一事没能办成，我这心里实在是有些愧疚的呢。那好，陈兄可莫要如此，否则就该厉某觉得愧疚了。傀儡无需测试，你们2个谁先来？反正都要测，谁先谁后都一样，就我先来吧。好，那就请这位石道友先上这边石台1步。石道友无需有任何复杂行动，只需要激发自身玄功，将身上开辟出来的玄窍尽数点亮即可。这是
是怎么回事？弟兄不必惊讶，这是台之上的白色精粉，是用一种易受骨骼研磨而成的精粉，有着激发玄窍开辟的功效，用在此处不过是为了让测评之人的真实玄窍尽数显现罢了。时空52处玄窍，力道有该你了。师兄可莫要生气，这十台精粉除了让人真实玄窍尽数显现之外，还有一定的促进修为功效，也就今日才能用上一回，日后就是想要再用，也无甚机会了。立飞于37处玄窍，两位道友的评测皆无问题，既然达到顺民层次，便可加入陈阳道友的麾下，恭喜恭喜！得3位道友加盟，也是我们青阳城之幸，同喜同喜！弟兄师兄不必惊讶，那是我们青阳城的拳斗场，此刻应该是正在比斗当中。拳斗场。陈阳，你做的不错。是城主大人的白玄兽骨粉效用足够强大。当谢道人听到白玄兽3个字时，恍然大悟，但却为时已晚。城主大人，那我一会儿就将他送去您的闭关密室。不急，此人我另有安排。那这具傀儡，那名人族和魔族先关起来，该怎么处理你清楚。至于这具傀儡，虽然有一点自我意识，但没什么用处，你自己看着办就行。与我为徒，或是现在就被我拆成一堆废铁，你自己选。这具傀儡没什么战斗力，但倒也识时务。这鬼地方无趣的很，有这么一具傀儡跟着，倒也不差。恭喜陈阳队长了，有此大功，我看日后这青阳城副城主一职非你莫属了。那就借你吉言了。不用妄想了，这些球具都是用特制的，就算是开启上百玄窍的人也不可能挣断。陈阳，我自认并未做过任何对你不利的事情，也已经答应加入了玄城，你为何阴谋暗害我的党？力道有临危不乱，当真是好心性。不过你此话却天真的可笑，难道非得你得罪过我，我才会对付你？这机灵空境本就是个监牢，我们是些穷凶极恶的囚徒，你莫非还想在这里看到什么公道正义？受教了，如今我既然落入了你们手中，不知阁下打算如何处置？道友放心，我们虽然是囚徒，却也不是嗜杀成性的狂魔。这里是青阳城的拳斗场，而力道友你是人族，人族在机灵空境可是极为罕见的。你若出场参赛，我想看的人肯定极多。抓我，便是因为这个原因。全城不养无用之人，你若想在此好好生活下去，就打好比赛，只要你能证明自己的价值，或许可以争取到自由。此人就交给你了。陈大人请放心，我会好好调教此人，不会出任何纰漏。很好，我发了，先去休息一回。陈道友、石道友和谢道人如今何在？承袭。嘿嘿，小子，这一拳感觉如何？算你小子老实，到了这里，任你有天大能耐，也得给我乖乖听话，否则我不介意让你尝尝更痛快的滋味。不要妄图逃走，看看你的胸口，那是我青阳城的独门秘虫黑结虫。你若敢逃跑，或者试图驱除黑结虫，此虫会立刻咬碎你的心脏，让你死得惨不可言。拿着，这是你的号牌，随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里的情况。星池，那是什么地方？那是青阳城主用特殊手段构建成的一个池子，可以吸收凝聚天上的星辰之力。星池内的星辰之力极为丰富，在其中修炼比吞噬炼花收获的效果强得多。想要进入星池修炼，每次都要花费100玄点。你现在想也别想。从此人介绍情况看，此刻的处境倒也算不上太糟，只要能获取成兽核，便能继续变强。至于体内黑结虫、紫灵、石川空、谢道人等问题，只能慢慢寻找方法解决。你是我带进来的，以后老实在这里待着，打好你的比赛，不要动什么别的心思，否则莫怪我心狠手辣。是。随后，韩立在此人的带领下，利用新人仅有的10点玄点，兑换了3枚2000年寿灵的塔罗兽核，便准备开始修炼，等待上场。
小子还没有向我们这里的老大打招呼，就想进门，这可不太合规矩啊！打招呼？你是新来的，身上有10点积分对吧？将这10点积分献出来给我，我之后上供给毒龙老大，这是这里的规矩。白痴！你是耳朵聋了，还是脑袋不好使？让开，好狗不挡路！小子，你找死！去你丫的！幸好在抵达阳城前把掌天平吞进腹中，否则此刻恐怕已经落到陈阳等人手中了。老大，您可要为我做主。刀疤，你的手臂怎么了？我这手臂是被一个新人打断的。事情是这样的，刀疤当即将和韩立冲突的经过添油加醋的述说了一遍，着重突出韩立丝毫不将毒龙老大放在眼中。听到这些悬点是献给毒龙老大，非但不给，还将自己狠揍了一顿。刀疤说的可是真的。实际情况差不多，那新人确实有些嚣张。很好，现在的新人越来越不懂规矩了。我有一场比赛需要打，你放心，等比赛结束，我会给你手臂的伤一个交代。老大，你专心打好自己的比赛，我哪里需要什么交代，只是不能让你的威严受损。借助3枚塔罗兽的星辰之力，终于打开了羽化飞升宫的第2卷桥。真是想什么来什么。你是厉飞羽？是的。很好，来得很及时。稍后有一场你的比赛，好好准备一下。接下来这场比试难得一见，出场的2位选手，一方是一头3500年以上寿龄的虎灵兽，此兽今日是第4次登场，在此之前已一口气胜了3名玄斗士，而另一名选手也非同小可，乃是一名极其罕见的来自仙域的人族玄斗士厉飞羽。人族玄斗士已经多少年没有见过了？嘿嘿，如果没记错的话，自从7年前最后一名人族玄斗士在玄城决斗场被撕碎后，便再也没有人族玄斗士了。毕竟人族太弱了。卑贱的人族必须一寸一寸将他的血肉刮下来。虎灵兽对厉飞羽之间的决斗马上开始，有兴趣的观众请尽快下注，比赛一旦开始，下注即刻停止。